先看效果，图生图模式，全图重绘，局部重绘，线条控制，深度控制，姿态控制。文生图模式，线条控制，深度控制，姿态控制。先来看原理，如果单独使用图片重绘，就是图生图；单独使用提示词，就是文生图。图生图和文生图都可以搭配控制组件一起使用，这3个参数是互相影响的。这是工作流的功能和布局。下面我们来看演示效果，这里只输入图片，不输入提示词，直接运行就是全图重绘。通过调整降噪值控制重绘幅度，数值越大，变化越大。接下来增加提示词，输入头戴鲜花，手捧鲜花的少女，降噪为 0.5。可以看到，既保留了原图，也增加了鲜花，图片和提示词的权重各占一半。如果将降噪增加为 0.8， 那么效果会更偏向提示词。同样的降噪降为 0.3， 效果会更偏向于原图。现在打开局部重绘，打开遮罩编辑器，将头发框选出来，不填写提示词，将降噪改为 0.5。可以看到只针对原有头发进行了重绘。现在我们将提示词改为金色头发，可以看到部分头发颜色变成金色了。我们将提示词改为头戴鲜花的少女，可以看到头发上出现了鲜花。关闭局部重绘，打开文生图节点，模型最大可以输出 2K 的尺寸，为了测试速度快，这里改成1024。文案还是手捧鲜花，头戴鲜花的少女。输入的图片作为控制器的姿势参考，将降噪改为1。这就是文生图效果。现在打开线条控制，可以看到效果不是很好，因为文案的描述没有抬手的动作，所以跟线条难以重合。现在关闭线条控制，打开深度控制。这一次模特姿态基本正确了。关闭深度控制，打开姿态控制。看起来稍微有些别扭，所以控制器需要测试一下再选择最合适的。接下来关闭文生图，测试图生图的线条控制组件，将降噪改为 0.8。可以看到重绘的效果还不错，如果把降噪改为1，因为有图片和线条一起控制，所以结果没有崩坏，总体上比文生图容易控制。如果跳过线条控制，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参考原图的姿态，所以控制组件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。下面打开深度控制，效果也很不错。下面打开姿态控制，明显比文生图的效果好，没有那种姿势扭曲的感觉。也可以降低降噪值，使姿态更贴合原图。下面就是高清放大节点，速度和质量上都非常优秀。最后就是提示词反推的节点，这里用的是 Mini CPM， 也可以替换成自己喜欢的其他模型。这是跟豆包反推的提示词效果对比，总体上是不如豆包效果好。最后，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这里做一个下期预告，想必大家还记得我之前的视频说过，增加光线很容易，但是2509不能在已有光线的情况下重新打光。现在这个问题不仅解决了，还可以通过参考图片，对图片重新设计更加艺术的照明效果。只需要输入要更改的图片，还有想要参考的光线图片，就可以生成非常棒的效果。可以看到没有训练的2509模型完全不能处理这种复杂效果，哪怕是现在最强的一批模型，都不能很好的实现这种功能。请大家多多3连支持一下，我会尽快将视频剪辑出来，分享给大家。